刚刚好谈到这个疫苗的预约登记的平台哦，唐凤版的嘛，那也是机密哦，因为听说呢有这个民广立委高虹安区要资料，就说他这个建制的经费，因为是委外建制的，他需要这个相关的经费成本，结果呢3周了，3周都已读不回。那当然我看到卫福部有回应，卫福部说哦还没有处理到这一块，因为呢不止高委员，很多委员要的资料实在太多了。但问题是3个星期了，而且他骗大家没有在公家机关待过吗？我之前待过台北市政府，像议员来要资料，你怎么可能给人家拖3个星期呀？怎么可能？你就是存心不给啊！对，千惠，我跟你讲哈，你刚刚跟我讲的这个卫福部的说辞呢，我就怀疑他是中央厨房出来的说辞啊，因为呢，我们跟我本办公室哈，我们有记录在哈，我们跟那个 NCC 啊要那个资料，因为我们是看到那个高等法院的判决，对，所以我们去跟他要资料。我们什么时候跟他要？我们7月1号跟他要的。现在几号？2个礼拜了。给了没有呢？怎么敢啊？怎么敢啊？对，而且他的说辞就是这样，他的说辞跟你刚刚说的是一模一样的说辞，所以我想，奇怪，这个说辞套用这个，对，他是套用的这个格式是说，只要是委员去要资料呢，他的标准答案都是一样，是这样。哦，也别的委员也要啦，这个需要整合啦，那个审核还没有那个核可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情形呢，真的是荒腔走板到极点，也难怪民间的，我看到我忘了是哪一个报纸，就是了，它上面不是有讲说，整个现在的情形呢，是立法院整个是被民党政府给废掉了，是啊，因为完全没有功能性。我觉得说，哇，我前面还讲说立法院是变成立法局而已，结果现在民间的感受原来不仅仅是立法局而已，而是说你今天立法院整个都不存在了。对我真的觉得很可怕哦！现在整个是这样，那你要讲到说，你说要废掉啊，其实我知道委员已经喊了很久了，说赶快废一废，赶快撤一撤，是什么呢？简讯10连制啦，哦，简讯10连制，其实到现在我们还是嘛，一进到店里先扫嘛，你就看到所有人在门口在哪里就先扫嘛。可是问题是这个东西呢，其实它的量太大了，它起不了什么作用嘛，疫调也没办法做。再来是它有很严重的侵犯人权的问题，听说警方拿来办案是不是？对，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疫苗预约平台，其实它也是大量的个资完全海搜广搜。那你说这个，它如果内部有一些管理者，他存心不良啊，或者是碰到外部的骇客，一样啊，给你用作一些其他的用途，我觉得这个很可怕对，没错。我们在讲那个简讯那个实名制之前，我想先提一下刚才那个预约登记的这个部分呢。预约登记部分，我自己是有亲身的经验哈。为什么亲身的经验呢？因为我是先听到抱怨。我先听到民间的抱怨呢，所以我就自己去电脑上面我自己操作。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呢，绝对不夸张。我那个在应该是7月13号吧，就是他宣称宕机的那一天，第一天，对，第一天。然后我去操作，因为我本来是跟我那个同学讲说，我说你不用登记啦，因为你不符合资格，你不用去登记。但是他讲说哦，他可以登记，那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可以？所以我就自己去做。你会发现呢，它的那个意愿登记部分很简单，它其实真的是很快就过了。但你预约登记的部分呢，在第一次登记的时候，它只有3种。对，有一种呢是你那个到你直接是透过手机的 APP 的，然后另外一种呢是你透过这个健保卡的。好，然后另外一种我忘了那个是什么。我跟你讲，它很多关卡，搞得很复杂。对，那你如果是讲那个手机 APP 呢，我好不容易把它全部都走完之后呢，然后他最后回来说，哦，你没有验证。为什么你没有验证呢？很简单，因为我用的手机的电话是我助理的。哦，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对，但是你没走过那个之前，你完全你不知道，你要一切重来。那他其实可以跟你讲，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使用的你的手机号码不是你本人的话，你不可以，那人家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嘛。然后第二个，你从那个电脑的那个插健保卡，那个又更复杂了。你插健保卡之后呢，他要跟你讲说你的密码是什么。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密码？从来也没使用过健保卡，怎么会有密码？所以呢，而且你要用健保卡之前呢，你要先去 download 它的机器的元件。对啊，那 download 的那个机器的元件呢，大概就是 download 了大概一整个下午。原因是什么？它一直宕机嘛。他也有解释了，他说因为流量太大了，所以一直在转圈圈，对，一直在打圈。好，等到你好不容易进去那个实体的登记画面之后呢，你没有密码，
你没有密码，结果因为你没有密码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它又全部都不行。但是我们反映了，因为我们自己有亲身经历到，所以我们就直接反映到这个健保署去。然后隔一天之后呢，我觉得这一点唐凤还不错啦。他做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夸奖他一下。他改了，他改了，现在真的很简单，好像用身份证字号和什么就可以了。对，所以他隔一天了之后呢，他就把你可以用你的身份证字号，跟你用你的健保卡的东西出来。可是各位观众朋友，这个就回到了刚才千惠所提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的健保卡里面，因为我们在台湾里面哈，当你的身份证跟健保卡两个合并在一起呢，就是你整个人的所有的资讯全部都在里面，它还包括了很可怕很可怕，不只包括你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记录哈，我们在个资法里面这个叫做敏感个资了哈，包括你医疗记录之外，然后因为你两个 combine 在一起的时候，里面还有你的报税的这个资料，你的所有的所以你的当初大家记不记得，其实内政部一开始的时候要求他要发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数位的这个身份证的时候，那个时候民间有很多人反对，是很多的学者专家都反对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的依据，当你把一个人的所有的资料呢，全部都摆在一个地方的一个情况之下，个资安全的部分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解决。大家如果看这个年纪稍微长一点的人，有看过那个有个电影叫《The Net》，就是那个里面呢是那个谁演的，那个 Sandra 演的，就是他演的是他从来不跟外面的那个接触，结果后来有一天他发现说别人侵入电脑把他的身份整个改的，后来他又变成说要到监狱里面去，变成是一个坏人。所以你现在就是说，当你的所有的资料呢，全部都是被别人掌控，或者是在同一个地方，或者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他可以直接接触到你的所有的资料的话，那么你就会有我们讲说网络犯罪，或者是因为你的个资、你的身份被替换等等这些的风险，在过往那就不是电影情节了耶，它就不仅仅电影情节，你看到的是觉得说，哎，这个是别人的事情，这是一个 story 而已。对。可是当它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它就不是不会发生哦。对，它不是不会发生，所以它会不会有这个隐私侵犯的问题？有，然后它会不会有其他因为侵犯你隐私所带来的很多的困扰？不管是你的健康上面，或者是从你的职业上面，或者是你的财务方面，都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好，我们讲完这个之后，就回到简讯实联制。简讯实联制呢，原来它设计的部分呢，它是讲说，山卓布拉克网友立刻回了，对，就是那部电影嘛。所以我讲说，他看过那个电影，那个电影里面呢，如果今天你可以用个身份证跟一个健保卡进去的话，进到那个人的 data 里面去的话，你可能会连人身份这些全部都会置换，所以它就会有那个电影情节里面这个情形发生。好，我们回归到这个简讯实名制的部分，原来他设计的理念，我觉得并不能够讲他错。可是他如果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人的时候，他会知道，全台湾2300万人，当然不是每一个人他都会有拿个手机去扫。当然不是，可是你要想到这么大的通常来讲，我们一个人在电脑之前，有时候你想想看，我们就讲说这个登记在你要做这个疫苗的这个预约的登记的时候，才几十万人他就会宕机。那你如果是2300万人在这个动的一个状态当中，我今天到了全联，我明天到了莱尔富等等 7-Eleven 的情况之下，全部这个 data 扫完之后，它都要透过简讯传送过去。先不要讲它的风险第一个讲的就是说，你为什么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就算我们今天讲说，实际上面来讲，你在侦查犯罪的时候，你一个监听票，你在监听的时候，也并不是随时把你的东西全部随时一直在传的，没有，对，他没有这样传的，他只是说，你有监听票，你合法的情况之下，你的这个东西他会存取，然后你没有问题的时候，他不可以接触的。你有问题的情况之下，他才会去读，才会去阅览。可当你今天用简讯传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些的讯息在空中，就是在网络的这个世界里面，它是可以被拦截的。对。所以它才会另外我们讲说这个是一件事情嘛，然后因为你要这个大量的东西，你要造成不必要的一个负担 ，server 上面不必要的负担，对，它需不需要钱？它当然需要钱。那你传简讯的时候，那个简讯的费用，所以我们在立法院里面编了这个，不是我们了就是说这个行政单位编了这个8亿多的，对，他的钱呢，我们讲说8亿是要干什么？那8亿呢是要后来删了嘛？对，他对。
删了一部分了哈。他那个时候就是多少5亿是不是？对，那时候他编了这个费用的时候呢，我们说你为什么需要这个费用？他说要补助这个简讯，因为那个量很大。我们就说，那你花这么多钱，你这钱应该，如果说你真的要补助，你应该是补助给老百姓啊，因为有很多老百姓，他比如说他是个体户。他根本因为你疫情的关系，他店也不能够开了，他也不能够摆摊等等。他给业者吧，电信业者。对啊，所以你为什么这个钱不给一般的老百姓？你要把这个钱拿去？所以我们那时候很反弹的事情是在这里了哈。那你先不打紧，就是讲说你好，你简讯好，就算我们大家硬着头皮要把这个费用吞下去，你达到目的了吗？你达到你防疫的目的吗？没有啊，一条又不能做。所以我身边很多朋友说，哈，花了那么多5亿8亿的，结果是这种他没有办法用，蠢爆啦。因为你看哈，就是说我们自己，我们就不要讲这么复杂的事情。我们在打电脑的时候，他很吃惊说你搞了半天简讯10连制，对疫调没帮助，没有帮助。他还有困扰我待会再讲。我先讲说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可以预见的。这个不是事后诸葛哦，这个事情事实上是可以预见。比如说你现在在找你电脑里面有一个档案，你忘了你把它存取在哪里，或者是说你现在用一个名字去 Google 的时候，当它的 base 很大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跑很久？你是啊。可是你现在想想看，这个简讯实名制的时候，那个 database 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今天要去找的情况，你要花多少时间在等候的时间？你能够达到你要防疫的目的吗？没办法。那更严重的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有这个法官呢，出来吹哨了哈。其实我还是要给这个法官呢打打气，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年头呢，你真的要有勇气来对抗这种恶势力。他出来吹哨的时候，他就讲什么？他讲说，这个检调跟他申请，因为要查这个犯人，这个现行犯呢，不能讲他犯人，他就讲查这个现行犯的这个情形，然后要求要调他的通联的记录里面，他不敢给他调，原因就是说，因为你简讯过去的时候，简讯也是你通联的一部分，也是你通联的一部分。可是呢，在事情发生之后呢，我记得前后都有了哈。我们听到疫情指挥中心的回应是什么？老百姓不要担心，这个简讯10连制呢，它只是单纯的供疫情使用。这已经有实务上面的人，实际上面你可以讲说别人是制造假讯息什么，法官呢，他是审理陈审相关的案件的法官，他们就还是想要糊弄人民嘛，渔民嘛，对，就是那一套那一招。法官都已经出来讲说，他为什么否决那个申请，他是否决哦。他否决的申请是说，你当初讲简讯10连制的只供防疫使用，那现在在你要调的，比如说某 A 的这个通联记录里面，他怎么会知道他的哪一个简讯是跟这个简讯10连制有关系？哪一个简讯呢是一般的一个简讯啊？比如说假设毒枭送的一个简讯啊，或者什么东西，没有办法判断，所以他他要驳回这个申请。那大家试想，这个呢，如果他不是毒贩，比如说他是掳人勒赎啦，或等等的情形，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本来是要能够查他的通联记录，然后去看说，他的共犯是谁？好，你现在一驳回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是不是就把这条线也把它断掉？所以对我们的治安来讲有帮助还是没帮助？那当然有一些人就讲了，他就讲说那你如果担心治安的话，你就都准嘛。那样。但问题可不可以呢？就是因为他是法官，所以他不能够准，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侵害人权。人权呢，在民主国家里面，它是最重要的。当你没有人权，你其实就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你自己是一个专制的体制，你就是一个专制的体制，你就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法官他不得不把这个申请呢否决掉。跟我们试想，你今天制造一个制度，除了花钱之外，它不能够达到你的目的，然后它还侵害到这个我们的社会治安的这个维护，你为什么要做一个制度是只有负担，它没有任何的一个成效的呢？